你能不能别打扰我啊？白小纯扬怒，抬头后又扔出一道可被吸收的闪电。雷祖立刻闭嘴，生怕惹怒了白小纯，赶紧吸收。这一次他更激动了，眼巴巴地看着白小纯，默默等待。可直至又等了3、5天，白小纯那里对自己毫不理会后，雷祖着急了。若是没有被给予天地之力时，他虽羡慕，可也能控制一下。但现在尝过了甜头后，体内灵气游走的感觉，让他想要获得天地之力的渴望，比之前强烈了太多太多。那个雷祖小心翼翼地开口，话语一出，白小纯无奈地睁开眼，又扔了一道闪电过去。就这样，时光飞逝，很快过去了半个月。接二连三的，白小纯已经给了雷祖8道闪电，雷祖的渴望也在这一次刺中攀升到了极致，心底也在感慨自己视若珍宝的神通，在对方眼里怕是真的兴趣不大。否则的话，对方怎么不问一句，只为了让自己闭嘴就给了8道闪电？那种财大气粗的感觉，让雷祖觉得自己与其比较，实在是如乞丐一样。白小纯这里也在这半个月中突破了日月长空诀第2层，踏入到了第3层的境界，气息更强的同时，他也开始琢磨雷祖的云雷人祖11变了。于是这一天，在又给了雷祖1道闪电后，白小纯似随意般的开口问了一句：“老侯，你总吹嘘你那什么云雷人祖100变多么厉害，把功法说来听听。”第966集，现在的年轻人这么不要命啊？雷祖迟疑了一下，白小纯眼看如此，神色立刻不满，充满嫌弃：“老侯，时代不同了，你那功法我真没太大兴趣，就如同你眼中珍贵无比的天地之力，对我来说就是9牛1毛，都这样了你还吝啬的话，天地之力我虽然多，可看来也要珍惜一下了。”雷祖一听，顿时急了，苦笑中叹了口气：“你这小家伙，不管你是不是刻意制造出这种感觉，总之你赢了。”雷祖长叹一声，他虽被关在这里太久，导致脑袋有些不灵光，可如今若还看不出白小纯的手段，怕是也活不到如今了。不过看出归看出，他也无可奈何，自己渴望的天地灵气把持在对方手中，且这个方法在他看来也绝非9天云雷宗能做到的。最重要的，云雷人祖11变虽厉害，可他知道9天云雷宗的半神绝不会为了一个功法设下如此陷阱，引自己踏入进去。这么一思索后，他对于白小纯这里也都升起了一些感慨，毕竟这种手段，他如今看透后也觉得很是赞叹。那不仅仅是握住了自己命门那么简单，而是连自己的心态也都算了进去，尤其是先于闪电的做法，如同钓鱼一般，让自己彻底上钩。可以说从头到尾都在对方的掌控之内。这一切都让雷祖在明悟后，心底嘀咕的同时，看向白小纯的目光里也忍不住欣赏起来。罢了，小家伙，我也不多要你的闪电之力，给我100道化作体内灵重就足矣。至于神通，你且听好。雷祖深吸口气，目中露出金芒，双唇微动，居然主动的就将云雷人祖11变的全部口诀都传入了白小纯的脑海中。这一次他没有隐藏半点，完全告知半神风范在这一刻从此世上显露无疑，似不担心白小纯会不给他100道闪电。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对于一个随意就可扔给自己道闪电的富翁而言，雷祖深知一点，那就是自己也要大方一些。白小纯有些尴尬，他觉得自己还是脸皮太薄了，此刻被揭穿后忍不住干咳一声，快速的牢记脑海里回荡的云雷人祖11变的口诀。越听他越是振奋，直至完全记住后，白小纯闭上眼仔细的分析半晌，睁开双目时，他眼睛里已有激动。初步去看，可以与日月长空诀衔接。白小纯有些振奋，立刻就直接给了雷祖数十道闪电，直至计算起来，差不多一共给了雷祖50道后，白小纯这才停下。还请前辈理解，晚辈行事谨慎，余下的等我离开时再给您好了。白小纯也没隐瞒自己的想法，看着雷祖客气的说道。对于白小纯的做法，雷祖也能理解，哼了一声没说话，闭目将自己吸收的这些闪电化作的天地之力在体内慢慢凝聚出一枚灵种。眼看雷祖默认此事，白小纯也松了口气。这段日子他一方面要修炼，一方面要留意雷祖的同时，琢磨获得神通的办法，很费精力。此刻终于大功告成，与雷祖达成约定，他的心也安稳下来，开始全力以赴的去吞噬闪电，加速修行。从被关在此地直至现在，已快2个月的时间，日月长空诀接连突破，已从第1层攀升到了第3层，而他的修为也与日俱增。此刻修为运转，气息之强，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天人中期。此事若是传出去，必定轰动外界。可惜外人就算是知道了，也只能羡慕，做不到如白小纯这样的修炼方式。现在目标有2个，一是突破日月长空第3层，修为真正踏入天人中期；然后就是该修云雷人祖11变，让其与日月长空完美融合。白小纯心头火热，感受着体内那随着日月长空诀修炼凝聚出的弯月，他猛地抬头时，神识轰然散开，笼罩四周的瞬间，正是又一次闪电风暴到来之时。
四周闪电呼啸临近，白小纯眼睛露出贪婪的光芒，蓦然张开口，狠狠一吸。这一吸是他用了全力，刹那间，这四周来临的闪电就有不少扭曲起来，如被改变了方向，直奔白小纯口中而来。轰轰轰！一口气，白小纯就吞了数百道闪电。这些闪电在震耳欲聋的声响下，全部融入白小纯体内，直接炸开，形成浓郁的天地之力，融入白小纯的弯月中，使得这弯月光芒闪耀，推动日月长空诀第3层不断的精进中。再多来一些！白小纯双手掐诀，向着四周一挥，再次一吸，顿时又有数百道闪电轰鸣临近。很快的，半个时辰过去，这四周的闪电风暴也慢慢出现了要退去的迹象。从头到尾，白小纯虽吞噬了不少，可实际上对于这无穷闪电而言，微不足道。眼看闪电要散，白小纯有些不甘心。他知道下一次需要2个时辰后，这2个月都是这样。在白小纯的分析中，如果能改变这一点，自己的修炼速度将更快。想到这里，白小纯猛地站起身，双手掐诀，体内修为全面散开，在身体外不断的旋转，化作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这漩涡传出轰隆隆的巨响，形成了巨大的引力。与此同时，白小纯的通天法眼也睁开，将他当年研究出的斥力与引力之法也有施展出来。渐渐的，这四周原本要散去的闪电，就好似被吸引了一般，消散的征兆也好似减缓。到了最后，竟有一半都被白小纯生生的留在了四周。一时之间，雷霆之声滔天回荡，一旁的雷祖也都睁开了眼。看到这一幕后，哪怕是他也都倒吸口气。你要干什么呀？白小纯无法去理会雷祖，此刻他呼吸急促，修为在散开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吞噬四周的闪电，每一次开口都是数百道雷霆轰鸣而来。在这强行的修炼与吞噬下，他的修为不断的攀升，直至2个时辰后，白小纯四周的闪电才被他吞噬了1成左右，而新一轮的闪电风暴再次开启。轰鸣间，四周八方涌现而来更多的闪电，全部汇聚在白小纯这里。在白小纯吞噬中，在他的修为漩涡吸引下，这一轮闪电风暴结束后，再次有一半的闪电雷霆被强行留在了四周。如此一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白小纯这里的闪电就越来越多，到了最后，覆盖方圆10里范围，形成了一片巨大的雷池。而雷祖早就连连吸气中，不惜展开自己的功法，强行的让自己所在的牢笼改变位置，远远的离开。这家伙疯了呀！他这哪里是修炼，他这是找死啊！雷祖看着那10里范围的雷池，心惊肉跳。白小纯一样战战兢兢，但如今骑虎难下，他早就将修为凝聚的漩涡散掉了。可如今雷池已成，这无数雷霆在一起形成的力量，化作了一个天然的黑洞，无时无刻不再吸引闪电到来。完大了！白小纯不由紧张起来，看着那些闪电，他狠狠一咬牙，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吸！白小纯大吼中，疯狂吞噬，体内的天地之力也疯狂暴增。可就在这个时候，这四周的闪电在白小纯吞噬吸收时，因他一口气也就吞几百道，又因此地汇聚的雷霆太多，自然而然的在白小纯一吸之下，其他的闪电也都呼啸而来，哪怕白小纯闭上了口，也依旧直奔他的身躯而去。白小纯呆了一下，顾不上超过10丈会有闪电降临，尖叫中正要后退，可还是晚了。轰鸣间，上万闪电直接轰来，顺着他的身体涌入体内。白小纯惨叫一声，哪怕他再能吞雷霆，可这闪电太多，也让他体验到了雷霆噬体的感觉。那痛苦让白小纯眼泪都出来了。此刻他急速后退，想要避开四周的雷霆，哪怕方才上万雷霆的轰入，天地之力的爆发，使得日月长空诀第3层直接到了巅峰，即将突破。而他的修为此刻也狂暴无比，超出了寻常天人初期太多，正向着天人中期不断的冲击。那也不行啊，小命最重要。白小纯心肝抖颤，急速后退，可他这一动也形成了拉扯之力，打破了这雷池的平衡，使得四周竟有数万道闪电瞬间就被引来，在白小纯的凄厉惨叫中直接将他淹没在内。这一次融入的闪电太多，只是刹那间，白小纯还在惨叫中，他日月长空诀就轰然突破，他的修为也从天人初期爆发，踏入到了天人中期。远处的雷祖看到这一幕后，整个人都看得傻眼了，目瞪口呆。还真是时代不同了吗？现在的年轻人为了修炼都这么不要命吗？第967集，雷宗诧异。在雷祖这里瞠目结舌时，白小纯四周的闪电已慢慢结束，他全身哆嗦，头上都在冒烟，整个人已经被那数万闪电轰得外焦里嫩了。好在他的修为气息此刻已不再是天人初期，而是踏入到了天人中期，残缺的日月长空诀彻底圆满。在他的左眼内赫然有一轮皓月，看起来很是诡异，似这轮皓月随时可以从他左目内飞出，让这苍穹多出一月。这种惊人的神通眼变成的异象，若有人有他对望，怕是会有种4星神都要被他皓月摄取的感觉。可对于白小纯来说，他此刻不仅仅身体颤抖，心神也都在哆嗦。
如果有可能，他绝对不想用这样的精力去换修为的突破。实在是方才那数万闪电来临的一幕，让他一想起就觉得恐惧。我不想修炼了。白小纯哭丧着脸，此刻哆嗦中看着四周10里范围内那不断游走、不断爆裂的闪电雷霆，不敢移动丝毫。他怕，很担心自己一动，这四周的闪电就再次来临。就在白小纯这里焦急，下定决心准备动一下试试的时候，新一轮的闪电风暴从四周八方轰鸣而来。或许是因此地雷池太大，形成的吸力也太强，导致这一次的闪电风暴居然比以往要磅礴太多，铺天盖地一般从八方呼啸而至。白小纯只是看了一眼，就立刻尖叫起来，身体急速后退。但他一退，这四周的闪电就轰的一声，有数万道直奔他而来。不要啊！白小纯惨叫中，远处的雷族早就跑了。他气喘吁吁地挪动自己的牢笼，头也不回，口中也在咒骂：该死的，太不体谅我老人家了！我这把年纪还要带着牢笼不断的挪动，我容易吗？在白小纯这里被闪电淹没的同时，外界的9天云雷宗也出现了变故。整个雷宗所在的黑云大地突然的就震动了一下，好似地震一般，使得黑云大地上的雷宗修士立刻就感受到，纷纷愣住，很是诧异。方才地面动了一下，怎么可能？我们是在黑云上，黑云怎么会动？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雷宗的闪电这几天好像少了一些雷宗的修士，一个个都莫名其妙？实际上，自从白小纯被关押后，整个9天云雷宗出现了久违的安宁。云宗的修士平静了，雷宗这里刚开始也有担心，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都慢慢放下心来。对于他们的雷域，整个雷宗都满是自信。云雷子等人也是如此，重新体验了没有白小纯的日子后，他们忽然对这种平静有种由衷的感叹。也正是这种感叹，使得此刻雷宗黑云的震动格外的引人注意。尤其是一次震动后，在所有雷宗修士都诧异时，这雷宗黑云居然出现了第2次震动。这震动更有轰鸣声闷闷回荡，顿时就让雷宗修士一个个失声惊呼：真的动了！不对劲！闪电！你们看那些闪电！在这惊呼中，也有人注意到了原本在黑云内肉眼可见的一道道闪电，此刻竟明显的减少了一些，更有不少一闪之下直接钻入黑云深处。这一幕让雷宗弟子一个个升起强烈的不妙预感。天空的黑关上，云雷子等天人也都在这一瞬面色变化，一个个急速降临。难道又是白小纯？该死的，不可能是他，他都被关起来了。就在这众人骇然时，雷宗黑云第3次震动，这一次更为强烈，传出的轰轰声震天回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在这黑云深处，在那雷池中心，白小纯惨叫起来。他已经将速度展开到了极致，至于那10丈静止，早就崩溃了。可无论白小纯速度再快，也都没用。来自他四周的闪电，从开始的数万，已经成为了数十万，不断的追击而去。甚至白小纯也看出来了，自己速度越快，吸引的闪电就越多。可他不敢停啊，一旦停下，那数十万闪电就会将他淹没。只是不停的话，闪电只会越来越多，这就让白小纯抓狂了。怎么会这样？白小纯欲哭无泪，危机关头，他眼睛都红了，狠狠的一咬牙，该死的，拼了！这些闪电都是天地之力，怕个鸟啊！白小纯自我安慰的狂吼中，直接就按照雷祖给予的口诀修炼云雷人祖11遍。他的身体也在这一刻蓦然停下，随着停下，那数十万闪电轰的一声就涌了过来，刹那就将白小纯笼罩在内，如要撕裂他的身体般，直接冲入其体内。撕裂身体的痛处还不算什么，白小纯皮糙肉厚，还能勉强承受。可让他承受不住的是，随着这些闪电的涌入，体内正在疯狂爆发的天地灵力，使得他好似成为了一个不断被充气的皮球。云雷人祖第1遍。白小纯强忍着身体的剧痛，眼前都花了，疯狂的运转神通，将体内的无穷天地之力作为云雷人祖11遍的推动。也就是刹那的功夫，白小纯的身体就轰的一声，直接成为了10丈大小，一股狂野之意在他身上爆发出来。云雷人祖第1遍，眨眼间就被他修成。没有结束，白小纯眼看自己体内的天地之力依旧磅礴，他红着眼，没有立刻修炼第2遍，而是运转日月长空诀，将这2个神通依靠自己的左眼去完成嫁接。这种嫁接，白小纯只能在初步分析下觉得可以完成，可实际上的融合中存在了太多失败的可能。若是换了其他地方，一次失败后，白小纯需要沉浸一些时间才可展开第2次。毕竟他就算可以吸收天地之力，可2个神通的融合还是需要他的状态在巅峰时才可顺利进行。而现在体内的天地之力磅礴无比，白小纯也没其他的选择，立刻就开始尝试，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轰鸣，一次次的体内天地之力被宣泄出去，直至失败了10多次后，终于在最后一次时，他的左眼内猛地就散出惊人的月光。在这月光下，他的10丈人祖之身立刻就与云雷子当初的样子不同了，一股难言的气息刹那就在白小纯身上散出，尤其是其左目的月印，
好似能掌控苍穹黑夜皓月。成功了！白小纯没有时间去激动，此刻他体内的天地之力虽耗费了大半，可余下的那些依旧让他觉得身体好似要被撑爆。无奈之下，白小纯咆哮中开始修炼云雷人祖第2变。不多时，他的身体在巨响下直接化作了20丈大小。第2变成功，没有结束，接下来是第3变、第4变。轰轰声中，在这雷池内，在这无数闪电雷霆的环绕下，白小纯的身体从20丈变成了30丈，随后成为了40丈。不说能撑起天地，可也震撼八方。那一身狂野的气息，还有本就不死骨的肉身，配合人祖变的强悍，使得白小纯这里在肉身的强悍程度上超越了某种极限。若是云雷子在这里看到这一幕，必定会骇然至极。他们2人施展同一个神通，而白小纯这里明显比他强出太多太多。尤其是左目的月痕，更是让这人祖变威力大范围的爆发。若换了其他时候，白小纯一定很激动，可现在他已经察觉到自己的身体对于吸收这黑云内的闪电，似已经到了某种极致，除非换一种闪电雷霆之力，否则的话，怕是在吸收不了多少就无法去吸收了。这与功法神通无关，纯粹是身体的极限，如同丹药一样。而一旦到了那个时候，这四周的闪电就不再是滋养，而是成为能将其灭绝的毁灭根源。可四周的闪电似也随着白小纯的强悍越发的来临，轰鸣间，这一次竟有数十万道直接轰来，吓得白小纯真的要哭了，声音都带着哭腔，饮鸩止渴般嘶吼起来：“云雷人祖第5变啊！”第968集爆！轰鸣间，白小纯40丈的身体猛地就膨胀起来，直至成为了50丈后，云雷人祖第5变骤然完成。此刻的白小纯全身上下散出恐怖的气息，他左眼的月痕闪耀，使得他虽第5变，可若真算战力的话，将多出3变之力，也就是第8变。要知道当初的云雷子融合后，也只是能展现到第8变而已，爆发出超越天人后期之力，无限的接近天人大圆满。而如今的白小纯将比云雷子更要惊人。可他没有喜悦，只有恐惧。在云雷人祖第5变修成后，他的身体对于这黑云的闪电已经到了极致，再无法去吸收半点。而那闪电依旧狂暴，此刻轰鸣间向着白小纯直接轰来，吓得白小纯赶紧迈开大步，急速逃遁。他速度比之前快了太多。同样的，这四周的闪电也更大范围、更大数量的追击而来，不再是数十万道，而是近100万道。放眼看去，这一幕惊天动地，让已经远远避开的雷祖也都喉结滚动，瞠目结舌，身体抖了一下，丝毫不去想着白小纯还欠自己50道闪电的事情，立刻控制牢笼，赶紧再次后退。千万别过来，千万别过来！我老人家身子骨不行，承受不住，还是现在的年轻人会玩啊！雷祖心神哆嗦着，刚要退后，白小纯在那雷池中惨叫下也看到了雷祖。2人神识刚一碰触，雷祖就尖叫一声，拼了全力，轰鸣间带着牢狱就刹那远去。白小纯一脸悲愤，可却不敢停顿，只能在这黑云内不断的疾驰，试图离开这片充满了雷霆与犀利的雷池。而他四周的闪电也越来越多，很快的，白小纯眼睛都要直了。他感受到因自己的疾驰，四周的闪电越发狂暴中，雷池渐渐不稳，要爆了。白小纯只觉得头皮轰的一声，似要炸开，尖叫中他展开全速，疯狂逃走。远处的雷祖此刻眼珠子都要掉下来，虽然也很担心，可却呼吸急促，有些激动。要爆了！好啊，乱子越大越好，说不定我能趁机逃走。这一切说来话长，可实际上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发生。此刻的外界，整个黑云的震动越发强烈，甚至都看不到了丝毫闪电游走，更有一股让所有人都不安的狂暴之感，似从这黑云内正在急速的酝酿。云雷子、冯晨等人，北脉5位天人，此刻全部降临雷宗，一个个在看到了黑云的变化后，都面色狂变。他们的神识更是在这一瞬散开，融入黑云中。可这雷域不俗，他们的神识竟无法进入太广，根本就看不到其内发生的事情。这到底是怎么了？该死的，一定是白小纯！冯晨，都怪你，你当初就不该给他约法3级。还有云雷子，这白小纯就是个祸害，你招惹他干什么呀？随着交集，北脉其他3个天人也都忍不住向着云雷子与冯晨低吼责怪埋怨。云雷子与冯晨面色难看，可却说不出什么。就在众人交集时，忽然的，苍穹上的水晶棺椁内，一道让5人心惊的神识蓦然散开，直接涌入黑云内。很快的，从那水晶棺椁内就传出了一声撼动天地的怒吼：“白小纯！”这声音传出的刹那，北脉半神的身影瞬间就出现在了半空中，一脸焦急，似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右手猛地抬起，直接一挥，顿时一股风暴就在雷宗直接散开，轰鸣中卷着雷宗上的所有修士，在这一刹那直接挪移到了远处。就在北脉半神做完这一切的瞬间，一声在北脉几乎从来没出现过的惊天巨响，
直接就在雷宗的黑云大地内滔天爆发。轰轰轰！这声音之大，直接让无数修士被震得喷出鲜血，哪怕云雷子等人也都身体狂震，急速后退时，骇然地看着黑云大地。整个黑云大地直接就爆开，其上所有建筑一瞬间就成为飞灰，一道道闪电从那黑云内冲天而起，直奔苍穹而去。远远一看，好似闪电之龙正要冲破苍穹，更有一股惊人的冲击在这一刻向着四周轰隆隆扩散。所过之处，天地失色，风云涌动，巨响回荡了许久。而那黑云大地此刻在这崩溃中，竟有近乎40%区域直接就碎灭了，甚至黑云下的雷宗战神雕像也都出现了一道道裂缝。看去时，这一刻的9天云雷宗如同被攻打了般，云宗萎靡，雕像少了大拇指，雷宗残破，不但雕像裂痕蔓延，黑云大地也都缩小了不少。云雷子呆在那儿，冯尘看傻了，其他3位天人也都懵了，哪怕是北脉半神，此刻也都气得浑身发抖，脑海嗡鸣不断，头发都快竖起来了。更不用说那些被卷走的雷宗修士了，一个个都无法置信，看着陌生的雷宗，一脸茫然。这一切太快，以至于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相比于雷宗，此刻的云宗修士纷纷吸气的同时，也在庆幸好在白小纯没有被关在云宗。他们对于白小纯的祸害能力已经是畏惧到了极致。这白小纯惹不得呀，天人老祖昏头了呀，好好地非要把他限足在云宗。可这家伙能卖药荼毒我云宗修士，不让他卖药后，他能种花毁我云宗根基。到了最后，都把他关在号称半神也都要备受折磨的雷狱里。这家伙居然能让雷狱爆开，更是让雷宗大地少了近40%。天哪，他还是人吗？星空道极宗的修士是怎么活下来的呀？不都说这白小纯炼丹才会惊天动地吗？可他在我北脉没炼丹，都已经这样了，若他再去炼丹，他一个人就可毁了我们整个北脉啊！很快的，阵阵哗然沸反盈天，带着一声声匪夷所思的惊呼，在9天云雷宗内骤然回荡。也就是在这时，有人注意到，在那少了40%区域的黑云大地上，有一个全身很是狼狈的身影，慢慢的爬了出来。白小纯面色苍白，额头冒汗，方才那一瞬，他差点就被炸死了。我以后再也不吸收闪电了，太危险了。白小纯哭丧着脸，刚刚爬出，忽然的一声狂暴，足以让天地颤抖的怒吼，就从他的上方猛地咆哮出来。白小纯！这怒吼正是北脉半神传出，他此刻怒发冲冠，声音超越天威，吓得白小纯猛地就跳了起来，一脸紧张时，北脉半神已经一步走出，眼看就要直奔白小纯而去。可突然的，这北脉半神神色突变，竟改变方向，脚步落下时，直接在了远处苍穹的一片空旷的区域。雷祖，你敢跑！话语间，这北脉半神右手抬起，猛地一按，顿时那片区域就直接坍塌下来。雷祖那干瘦如猴子般的身躯立刻显露，他没有停顿，转身就急速前行，整个人化作一道闪电，轰然远去。北脉半神无暇理会白小纯，此刻面色阴沉，迈步间直接追去。对他而言，这雷祖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去惩罚白小纯。这一幕逆转，让白小纯冷汗都流下来了。这北脉没法待了，要赶紧逃啊！白小纯神色满是不安，此刻也顾不得天尊法旨了，身体猛地冲出，就要逃出9天云雷宗。可就在他走出的刹那，北脉天人中的冯尘整个人就发出一声大吼，身体轰然间直奔白小纯而去。他实在是憋屈，他对杜灵飞有爱慕，所以看白小纯超不顺眼，所以才有了约法3级。这约法3级当时让他很得意，本想要折磨白小纯，可却没想到一次次的被白小纯破局，到了最后，整个宗门上上下下都在埋怨他。如今他怒意滔天，出手就是杀手锏，整个人赫然化作了一道赤色的闪电，似能碎灭神魂般，刹那就临近白小纯。白小纯也怒了，蓦然转头。第969集，我也忍你们好久了。白小纯，我忍你很久了。冯尘咆哮，化作的赤色闪电，速度之快，眨眼就到了白小纯面前。一身天人中气的修为波动，此刻也猛然的爆发出来，形成了灭绝般的一击，向着白小纯眉心瞬息临近。冯尘，我也忍你很久了。白小纯转头时同样咆哮，他的确是忍了很久，从来到这北脉后就始终忍着。约法3级、4级、5级，这一切的积累，哪怕白小纯的性格不愿打打杀杀，可也终究是爆了，将他在蛮荒时磨练出的性格也不由自主地显露出来。此刻目中露出厉色，在冯尘到来的刹那，白小纯左眼内月痕闪耀，他右手抬起猛地一挥，这原本清朗的苍穹，竟在这一刹那好似被一层黑幕遮盖，瞬间就漆黑一片。更是在这漆黑中，天空上的太阳被遮盖，竟有一轮皓月高高挂起。这月亮出现的一瞬，四周北脉众人全部心神摇曳，好似神魂被摄住。冯尘也吸了口气，他立刻就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危机，骇然中身体陡地地后退。可就在他退后的同时，白小纯口中阴冷地传出2个字：陨月。
话语一出，天地似乎更为漆黑，轰鸣八方。在冯晨化作的赤色闪电上，竟在这一瞬出现了月亮的印记。这印记刚一幻化，就立刻自行的吸收来自四周的月光，使得自身越发璀璨。轰轰轰！强烈的声响竟是从冯晨体内传出，他化作的赤色闪电此刻顿时崩溃，露出了闪电内的身影。而月痕如髓入骨一般，此刻其身体中依旧存在，且不断的扩散开来。而随着月痕的扩大，冯晨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他惊恐地发现，伤害自己的不仅仅是这月光，还有自己的修为。似乎这月痕的作用是将自己体内的天地之力同化一般，变成月光。而一旦彻底完成，就等于是将自己形神俱灭。这是什么神通？冯晨身体好似被无形的山峰撞击，在那轰鸣中不断的后退。面对白小纯的陨月之法，他根本就没有丝毫应对之力，甚至这种好似改天换日一般，不需要接触，只是月光映照就让自己重创的神通，他在这之前只在半神那里看到过类似之法，可如今竟从白小纯手中施展出来，他顿时就全身剧烈震动，喷出一大口鲜血，神色的震撼带着无法置信，更有惊恐。这一切说来话长，可实际上从冯晨化作赤色闪电到来，直至闪电崩溃，他被重创，都是转眼之间发生，无比迅猛，以至于四周众人一个个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冯晨那凄厉的惨叫已经传遍八方。白小纯也没想到日月长空诀居然有如此惊人的威力，此刻目光一闪，右手掐诀，再次一指。这一指之下，漆黑的天空上，那轮皓月猛地就光芒暗淡，而所有的月光好似都被吸走，以某种方式倒映在了冯晨身上，使得冯晨身体上的月痕眨眼就覆盖全身。惨叫更为凄厉，危机关头，冯晨身体哆嗦，根本就来不及思考太多，眼前的一幕对他而言就是生死大劫。这劫难来得太快，以至于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凭着自己的天人中期的修为，凭着自己从踏入北脉开始就一路天骄的战绩，居然在白小纯面前连一道神通都无法抵抗。我不甘心！冯晨咆哮中，目中露出疯狂。此刻他的身体已经大范围的消散，有点点月芒从其消散的躯体中散发出来，好似成为了月光的一部分。没有坐以待毙，冯晨嘶吼中抬起已经消散了五指，就连掌心也都散了一半的右臂，猛地拍向自己的额头。轰的一声，他的身体竟在这一瞬自行崩溃，一股天人自爆的波动，刹那间就向着四周轰隆隆的扩散开来。借助这股自爆，他的元神勉强逃出，疾驰后退。可还没等他松口气，他骇然地发现自己的元神上居然也有月痕。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冯晨骇然到了极致，失声惊呼，甚至声音都带着颤抖与绝望。这一次浮现在他心头的不仅仅是危机，还有死亡。这是道法！冯晨，快去水晶棺内躲避！白小纯，你敢杀人，我北脉和你没完！云雷双子顿时焦急，咆哮中他的两个身体同时飞出，竟在脉部间彼此刹那就融合在了一起。顿时，一股天人后期的修为波动，在融合后的云雷子身上就滔天而起。不仅仅是他如此，一旁的其他三个天人也知道如今事关重大，全部修为散开，四人化作四道长虹，刹那间就冲向白小纯。与此同时，冯晨那里被云雷子点醒，此刻颤抖中不顾一切，哪怕燃烧元神，也都要换来极致的速度。在云雷子等人阻挡白小纯的过程中，他终于抓住机会，一瞬冲入水晶棺椁内，依靠着半神洞府，隔开与苍穹皓月的联系。这才阻止了其元神上月痕的扩散，可他的元神也还是被同化了小半，哪怕恢复过来，修为也会永久跌落。水晶棺椁内，冯晨元神瑟瑟发抖，看着自己终于化解了危机，他顿时就有种劫后余生之感。对于白小纯那里，他哪怕不想承认，可还是忍不住从心底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恐惧。他的修为不是天人初期，他是天人中期，可就算是天人中期，他怎么会这么强？这一刻，不仅是冯晨这里震撼，云雷子以及其他三位北脉天人也都内心狂震，更不用说四周的其他北脉修士了，全部都吸了口气，看向白小纯时露出骇然与后怕。天哪，这白小纯他原来这么强！我之前还讥讽过他，还嘲笑过他，不对啊，他之前若这么强，岂能甘心被压制？莫非他是在我们北脉的这段日子突破了？四周众人惊慌的议论之声回荡时，白小纯身体急速后退，避开了云雷子四人的联手。此刻退后时，他面色阴沉，目中血丝弥漫。北脉，今天咱们就了断一下，你家白爷也受够了，来啊，战啊！既然已经出手了，他就豁出去了。此刻全身修为轰然爆发，天人中期的波动顿时冲天而起，哪怕苍穹此刻不再是黑色，而是慢慢恢复如常，可在那天空上，他的面孔比之以往要清晰太多，蕴含了天地威压，降临八方。天人中期，该死的，你居然真的突破了！云雷子清晰地感受到了白小纯的修为波动后，整个人都要疯了。他实在是对白小纯这里
有种深深的无力感。当初在试炼之地里，他追杀白小纯，对方先是那诡异的丹药，而后又是称呼杜灵妃为媳妇，这一切让云雷子从绝对的优势锐减，到了最后，不但没有了优势，反倒被动到了极致，更被白小纯压榨一番。他本以为到了北脉，在这自己的宗门里，必定可让这白小纯承受折磨，可却没想到，哪怕县族，这白小纯也都能卖丹药；哪怕禁止卖丹药，他还可以种草木。最终半神不顾，以大欺小出手，将这白小纯直接关押在了雷狱里。可是这白小纯还是人吗？把他关起来，他不但崩溃了雷狱，自己的修为居然还突破了。这是突破天人初期，踏入天人中期，这么难的事情，他居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突破。云雷子要发狂了，其他3个天人一样如此。他们在怒意弥漫的同时，看着活蹦乱跳的白小纯，都有了无力感。这就是一个刺猬啊！无论怎么拿捏，都没用最好的办法，就是不顾其那些诡异的手段，直接强力击杀。云雷子目中厉芒一闪，低吼中蓦然直奔白小纯。其他3个天人也都有了类似的想法，此刻一个个煞气散出，轰鸣而去。第970集，小纯翻天。眼看4大天人联手杀向白小纯，四周的北脉云宗与雷宗的修士一个个都凝神看去。哪怕之前白小纯表现得再强悍，可在这些北脉修士看去，这嚣张无比的白小纯今天必定伏法。这白小纯虽厉害，可他忘了这里不是东脉，这里是北脉。哼，在我们北脉嚣张，定要让他好看。我就不信云雷子长老等人一起出手，还灭不了一个区区白小纯。北脉众人纷纷平静下来，一个个在看向白小纯时都露出不屑之意。苍穹上，眼看云雷子4人急速临近，白小纯目中寒芒掠过。从到了北脉后，他就始终一肚子气。此刻眼看云雷子以及其他3个北脉天人向着自己这里煞气而来，白小纯的怒意也腾地爆发。他不但没有后退，反倒向前猛地一步走出，右手抬起猛地一挥，轰轰声中，顿时水泽国度蓦然降临，8方水气弥漫，巨族从天而落，直接降临大地。轰鸣中，大地震动，云雷子4人身体也都被影响。除了云雷子外，其他3位天人都吸了口气，更有1人首当其冲，直接喷出鲜血。白小纯，云雷子身为北脉第1天人，眼看如此，大吼一声，速度竟一下子爆发，整个人化作一道长虹，在冲向白小纯时，他的声音滔天回荡。云雷人祖第7变，震耳欲聋的巨响刹那间扩散开来，云雷子的身躯直接就化作了70丈大小，好似人祖降临，修为与战力也都大范围的攀升，直接就超越了天人后期，整个人好似风暴，直接轰向白小纯。可就在他临近的瞬间，白小纯眼中厉芒一闪，同时开口：镇压人祖第5变。轰轰轰！白小纯的身体同样在这一瞬施展了一样的神通，直接膨胀到了50丈大小，狂野的气息，粗壮的身躯，更有一股野蛮之感爆发开来。尤其是其左目的月痕，此刻急速闪耀间，使得白小纯看似只是5变之身，可实际上却是8变之力。这不可能！云雷子一下子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他之所以没展开8变，是因8变消耗太大，可却怎么也没想到，白小纯这里居然施展了与自己一样的神通。瞬息，2人就在半空中直接就撞击到了一起，天地震动，虚无颤抖，冲击扩散4方时，云雷子喷出鲜血，80丈的身躯砰的一声倒退。他的身体虽猛烈震动，可与其心神的骇然比较，微不足道。此刻的他呼吸急促，一脸的不可思议。这云雷人祖是他北脉秘法，可如今居然在白小纯身上施展开来，这就让他心神狂颤，有种不真实感。这也就罢了，可对方只是第5变，自己的第7变居然无法对抗，这就让云雷子要发狂了。白小纯，你敢盗我北脉秘传之法！云雷子仰天大吼，在这退后时，他毫不迟疑，直接展开了第8变，身体膨胀到了80丈后，再次冲出。放你的狗臭屁！你的是云雷人祖，我的是镇压人祖，名字都不一样，你眼睛瞎了，耳朵也聋了不成？白小纯冷哼中同样冲出，2人在半空中再次撞击在了一起。轰的一声，这一次2人同时倒退，白小纯只觉得全身气血翻滚，可目中却有战意滔天而起。他强行止步后，双手掐诀，蓦然一挥，人山诀！轰轰轰！在白小纯的四周，顿时就出现了无数的山石，这些山石凭空而出，刹那就覆盖在了白小纯那50丈的人祖之身上，瞬间就形成了100丈高的巨大石人。这是人祖变与人山诀的同时展开，威力之大，在这一瞬直接撼动天地，仅仅是气势就让苍穹跟着一暗好似压了下来，8方所有北脉修士一个个都骇然失声。还有就是在白小纯的四周，此刻随着人山诀的施展，形成了风暴。这风暴扩散中，吹得人面孔都刺痛，云雷子也都神色连变，吸了一口凉气。他有种强烈的预感，这一刻的白小纯自己恐怕不是对手。该死该死，他怎么变得这么强？
天人境内，除非大圆满，否则谁人是他的对手？尤其是他若是施展了那杀手锏的一拳。想到这里，云雷子双目收缩，身体急速后退。可就在他退后的刹那，白小纯迈着大步骤然追去。白小纯低吼，声音带着天威，速度也爆发出来，眼看就要追上云雷子。此刻北麦其他3个天人也都只能硬着头皮迎前阻挡。这3人，一人化作黑色天雷，一人化作9道云影，还有一人竟驮着一口巨大的轰炉，直奔白小纯，试图拦住。给我滚开！白小纯看都不看这3位天人中期，咆哮中大手一挥，顿时一股狂力掀天而起，与风暴融在一起后，向着四周猛地爆发开来。黑色闪电崩溃，9道云影碎灭，那砸来的轰炉也都直接4分5裂。北麦3位天人全部喷出鲜血，神色骇然无比，带着恐惧与不可思议，被白小纯直接掀飞。太强了！北麦3位天人失声惊呼。而白小纯的速度没有丝毫停顿，迈步间追向云雷子，右手已然握拳，黑色漩涡已然出现。云雷子，在试炼之地，你先对我偷袭，而后又蛮不讲理，最后更是凭着天人后期对我追杀不断。到了北麦，你又一而再、再而三的找我麻烦，今天我们的恩怨也算一算。白小纯声音传出，轰动八方。云雷子此刻呼吸凝滞，心神狂颤，尤其是看到白小纯右手拳头上此刻出现了黑色漩涡后，他就面色狂变，身体后退更快时，口中已经凄厉的嘶吼：“你们愣着干什么？还不开启护山大阵！布阵，开启山门神阵！”几乎在云雷子咆哮的同时，其他3位北麦天人也都急速嘶吼。四周的那些北麦修士，一个个早就被这一幕幕给震撼的傻眼了，此刻吸气中纷纷醒悟归来，面色苍白下，瞬间就四散，配合开启山门大阵。大阵的开启并不缓慢，就在白小纯要追上云雷子的刹那，一股惊天之力突然的就从9天云雷宗内爆发出来，形成了一片云雾防护的同时，更有一股惊人的排斥之力爆发，阻挡白小纯的脚步，更是仿佛不可逆转般，要将他驱赶出宗门内。白小纯眉头皱起，身体在这阵法的排斥中不断的后退。眼看白小纯被阵法排斥，北麦那3个天人与云雷子都松了口气。之前的一切太快，以至于他们的震撼在如今松缓后，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强烈。可就在他们松了口气的刹那，白小纯眼睛金芒一闪，阵法对我没用。他话语间，不死劲陡然展开，瞬间四周的排斥之力在白小纯身上好似穿透而过，根本就无法阻挡半点。更惊人的是，白小纯的速度在这不死劲下也都猛地爆发。轰的一声，他的身影就直接穿透了阵法，出现时赫然在了云雷子的面前。抬起的右手，那黑色的漩涡似吸收了天地一切，还有白小纯身后那高大的地影也在瞬间融入，化作了他那惊天动地的不灭地拳。一拳落，天地崩。云雷子眼睛收缩，脑海轰鸣，危机关头他来不及的多想，也无法避开，只能咆哮中施展了对他而言既是终极也是不可控的第9变。其身体在这一刹那直接化作90丈大小，嘶吼中全力阻挡，直接就与白小纯对抗到了一起。轰鸣之声超出了之前所有巨响，压制了天地一切声音。在这一刻，于所有人的耳中震荡爆发，一瞬间，所有人眼前的一切仿佛变成了无声哑剧，明明很惨烈，却听不到任何声响。更有冲击扩散开来，使得9天云雷宗都震动不断。而云雷子那里此刻眼睛瞪大，发出凄厉惨叫。不，他鲜血狂喷，身体承受不住的倒退时，不断的有轰鸣声从其体内传出，更是在这退后时再也无法维持融合的状态，化作了2个人，同时倒退，同时喷血。哥哥还好，而那双子中的弟弟此刻直接就在这冲击下，身体轰的一声崩溃，直接爆开。第971集扔出去，云雷双子中的弟弟根本就没有来得及感受死亡的恐惧，其身体就瞬间在这狂暴的冲击下化作飞灰，其元神飞出，带着茫然，眼看就要被这风暴直接碎灭。可就在这时，忽然的一道超越了天人的神识波动骤然降临，化作了一只大手，一把就抓住了云雷双子中弟弟的元神。狂暴的冲击在碰触这大手后，顿时就崩溃开来。与此同时，似咬牙切齿般的声音在这虚无中回荡四方。白小春这个名字3个字，一字一个天雷，轰轰轰的在这天地内炸开，使得所有人都心神颤抖。苍穹上一个巨大的身影蓦然浮现，正是北麦半神，他的手中提着萎靡不振的雷祖。此刻随着出现，四周的一切天意都被强行驱散，使得天地间似只有他一个人存在。白小纯也在听到与感受到后，之前的嚣张与强悍刹那间就散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惊疑不定与强烈的紧张，心头也在叫苦。那老侯太没用了，多拖延一会啊，我马上就可以逃走了，这下完了，怎么办啊？白小纯忐忑中，云雷子眼看自己的分身元神被保住，也都激动起来，
向着天空上的半神抱拳一拜。其他北脉天人也都松了口气，实在是之前白小纯的强悍让他们都心神颤抖，此刻纷纷拜见，就连躲在水晶棺内的冯尘也都激动无比，快速飞出拜见半神。白小纯此时愁眉苦脸，小心翼翼地慢慢后退，脑海里快速转动各种念头，不断地想着如何化解此事。在他这里飞速琢磨办法时，北脉半神也都不得不压下自身的滔天怒意，盯着白小纯，一股强烈的头痛之感让他也都心中有种无力之意。他不但头痛，更是头大，实在是他无论如何也都无法拿白小纯怎么样，不是因为杜灵飞，而是因天尊。他隐隐在白小纯身上看到了一些白小纯自己没有察觉的痕迹，这些痕迹让身为半神的北脉老祖想起了曾经的往事，对于天尊的打算也猜出了一些。正是这些猜测让他更无法去动白小纯，而关着对方也没用，那雷域都被白小纯崩了，雷祖都差点跑了。身为北脉半神的他实在是不敢再把白小纯关着了，他已经醒悟了，深刻的意识到这白小纯就是一个随时都能暴走的祸害，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他。该死，我当初怎么会同意把这该死的祸害限足后又关起来？这就等于是把一个不稳定的天雷放在自己口袋里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一炸开就把自己连累了。北脉半神心底长叹一声，还是首次遇到这种让他都觉得头痛无比的任务。半神头痛的时候，白小纯却是焦急不安，他此刻心头都颤抖了，可无论怎么想也都想不出办法，眼下只能硬着头皮，眼巴巴地看着半神，试探地说了一句：“半神大师兄，那个我和菲菲的婚礼，你要来参加啊？”这句话说出，白小纯哪怕紧张颤抖，也都很为自己的机智赞叹。他觉得这句话里很清晰地透出了3个消息：第一个是他和杜灵飞很亲密，未来可能成婚；第二个是天尊很有可能是他岳父；第三个就是他有意去化解半神的怒火。不管北脉半神听到这句话后会不会意识到这3个消息，可白小纯觉得自己这句话已经很厉害了。此刻话语一出，北脉半神猛地抬头，死死地盯着白小纯，半晌后右手抬起猛地一挥，口中传出一声不耐烦的低吼：“如果让本尊在九天云雷宗再看到你，你就算是天尊的女婿，本尊也要扒了你的皮！滚！”声音的每一个字都好似雷霆爆开，尤其是最后一个字更是让天地震动。轰鸣中，在白小纯的惊呼下，一股大力突然就在白小纯身上卷起，形成一股风暴，直接就将白小纯的身体猛地卷向天空，抛出了九天云雷宗。直至白小纯被扔出宗门，他的惨叫才从远处遥遥地传了过来。这一幕让四周北脉修士看到后，虽觉得可惜，但却不由得都松了口气。他们对于白小纯实在又恨又惧，就连云雷子等人此刻也都这样，心头虽苦涩，可更多的却是后悔当初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去想着陷阻以及折磨白小纯。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祸害，他最大的神通就是祸害之力啊！我们当时真是愚蠢，这样的家伙绝对不能留在身边。云雷子苦笑中暗叹不断，同时也对白小纯的战力感受极为深刻。至于那云雷人祖变的功法，他看着半神老祖手中抓着的雷祖，此刻也已经意识到来源所在。雷祖虽萎靡，可却没昏迷，此刻咧嘴一笑。他虽没逃出去，可看着北脉如今一片狼藉，他心中也感觉很是舒爽。那个小伙子叫白小纯，不错，是个很有发展的年轻人啊。雷祖笑声传出时，北脉半神冷哼一声，没去理会雷祖，而是看向云雷子等人：“你们一群堂堂天人境，一个白小纯居然让你们联手都狼狈不已，没用的东西！”北脉半神一肚子气，对着云雷子等人训斥一番，这才阴沉着脸带着雷祖回了水晶棺椁。云雷子等人被训斥的时候，只能默默静听，心中也在苦涩。半晌之后，他们相互看了看，都看出彼此的那种无力感。罢了，他总算是被轰走了，这白小纯也算一个传奇了，我就没见过被关起来不但把牢狱崩了，还能修为突破的，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他。连他的名字你们都别和我再提。不但是这几个天人如此，四周的云宗与雷宗弟子也都一个个内心无限感慨。他们回忆当初的时候，对于压制白小纯，他们都很得意，认为对方是条龙，在北脉也都要缩着变成虫。可如今白小纯用行动告诉了北脉众人，哪怕他是条虫，也都可以将北脉钻出几个大洞。此刻的众人心中想的念头只有一个，那祸害千万不要回来了。在北脉对于白小纯这里无奈的同时倍感疲惫中，白小纯的身体被北脉半神那一挥之下，直接就被卷出了老远，如一道流星直接砸在了一处冰原上。轰的一声，那冰原震动了几下，被砸出了一个大窟窿。半晌后，白小纯头发散乱，很是狼狈的从里面连滚带爬的钻了出来。他哭丧着脸，有些愤愤不平，遥遥看着九天云雷宗的方向，心底也松了口气。让我走，说就可以了，干嘛还要把我束缚了？修为扔出来！白小纯觉得这北脉的人太不讲道理了，太不是东西了，非常可恶。尤其是那半神老祖最后的一卷，明显是故意的。
罢了罢了，他们不愿让我留下，也正合了我的意。那九天云雷宗，如果不是给我献祖，我早就想走了。白小纯感慨中回忆自己在九天云雷宗的一幕幕事情，心中也忍不住升起一些得意。哼哼，估计现在他们知道我的厉害了吧？敢对我白小纯约法五级？白小纯狠狠地呼吸着冰原的空气，此刻心头轻松无比，那种不再被限制的感觉让他精神也都振奋起来。现在没人管我种月亮花了吧？白小纯想着，那片冰叶只完成了一大半，此刻四下打量一番，索性就将之前被自己砸出的那个大窟窿修整了一下，布置成临时洞府的样子，凑合住了进去后，取出月亮花的种子，开始种下。花花，这里没人管你了，赶紧生长啊！白小纯一脸期待，看着月亮花的种子沉入冰原下。第972集，似曾相识，没有了限制，更没有了小心翼翼。月亮花如今的第3次生长，可以说是狂猛至极。仅仅是3天的时间，它就堪比当初在云宗的1个多月。白小纯的洞府已经被月亮花那粗大的枝茎占据了大半，向着天空不断的生长，如今已经有了7、8丈高。若非是白小纯觉得自己能活动的地方太小，不满的咳嗽了一声，怕是这洞府要全部被占据了。好在这月亮花有自己的意识，在察觉到白小纯的不满后，主动的给白小纯留下了一片区域，绕着这片区域蔓延生长。而在冰原下，月亮花的根须更是狂暴，扩散方圆10里，还在不断的蔓延。至于那片冰叶，白小纯也早早的就将其重新嫁接上去，随后就没再理会这月亮花，开始闭关修炼。实在是他在9天云雷宗这段时间盯着的人太多，又有约法5级，白小纯在修行上要格外谨慎，如不死血就始终停滞不前。如今终于有了机会，白小纯深吸口气，从储物袋内取出了2副骸骨，正是在鬼母的舟船第2层，当初被白小纯取走的那融合了一半的骨头。当时的白小纯在碰触这2副骨头时，明显感受到一股浓郁的生机融入体内，使得自己的不死血都沸腾起来。可惜始终没有机会吞噬。如今他深吸口气，在取出了2副骸骨后，仔细的看了几眼，无论是那金色的不死骨，或者是另一副骸骨上那水晶般的骨头，都让白小纯的脑海里浮现太多的联想。不死卷如今我已修炼到了最后一步，不死血的程度，可长生卷却始终没有消息。这副骸骨是唯一获得的与长生卷有关的了。白小纯喃喃低语，沉吟片刻后，还是双手抬起，一把就按在了这2具骸骨上。在他的手与这骸骨碰触的刹那，一股惊人的生机就轰然爆发，顺着白小纯双手直接就涌入他的体内。白小纯身体一震，这生机与他吸收草木丹药时获得的不一样，似乎对于不死血而言，这2副骸骨内的生机最为适合，甚至都不需要怎么转化，就可直接在他体内凝聚出一滴滴不死血。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白小纯就震撼地发现自己体内直接就多出了一滴不死血，而第2滴也在飞速凝聚。这么快，白小纯目中露出激动。到了天人中期的他，自身战力与当初已经不同，如果不死血再有所提升的话，白小纯的战力将更为强悍。沉浸在修炼中，转眼过去了1个月。这1个月里，没有人来打扰白小纯，白小纯完全沉浸在吸收骸骨的生机中，他体内的不死血已经累积到了惊人的程度，甚至都无法再用一滴滴去形容，不死血的数量已将占据了他全身血液的2成左右，还在持续。那骸骨的生机竟没有丝毫减弱的征兆，似无穷无尽一般，使得白小纯在这修炼下有种如同在雷域内修行日月长空诀的感觉。这2副骸骨莫非能支撑我将不死血修炼到大成？白小纯想想就激动，加速修行中没有去关注月亮花。而此刻的月亮花在1个月的狂野生长后，早已冲天般高度达到了数10丈大小，屹立在冰原上格外明显。与此同时，在这冰原上的诸多区域也都盛开了一朵朵小了不少的月亮花，甚至冰原都肉眼可见的不断的缩减。而在冰原地下，月亮花的根须已经覆盖超过了数百里范围。这个时候，一股强悍之感从这月亮花内渐渐滋生出来，使得冰原上原本存在的无数凶兽都纷纷惊恐中远远避开。随着生长，随着吸收大量的寒气，这月亮花始终记得白小纯给他的要求，不断的将寒气送入那片树叶里，使得这树叶也慢慢向着完整的冰叶在过渡。白小纯的修炼依旧还在进行，直至又过去了1个月后，当那2副骸骨上的生机终于开始出现了要枯竭的征兆，直至再没有生机融入白小纯体内后，白小纯才睁开眼。双目开合的刹那，这片世界在他的眼中似乎有些不一样了。而更不同的是，他的身躯看似如常，可实际上白小纯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内生机的盎然已经惊天动地。如此浓郁的生机带来的恢复之力，也让白小纯拿出飞剑划开一道伤口后目瞪口呆。那伤口只是眨眼间就彻底愈合，看不出丝毫好似从没被划破一样。不死血主要增加的就是我的恢复。白小纯呼吸中透着激动，感受了一下体内的鲜血，立刻就察觉到
短短的2个月时间，在吸收了2副骸骨的生机后，他的全身血液里已经有40%都成为了不死血，太快了！白小纯有些不敢相信的恍惚，确认了好久，才畅快的大笑起来。至于那2副骸骨，此刻也都暗淡了不少。白小纯赶紧将它们收起，在他看来，这2副骸骨就是自己最大的造化了，说不定以后还有其他用处。白小纯兴致勃勃地站起身，舒展了一下身体后，神识蓦然散开，准备去观察一下自己的月亮花。这一看之下，白小纯眼睛都圆了。原本厚厚的冰原，此刻很多地方居然露出了漆黑的泥土，而这月亮花的根须已经覆盖了大半个冰原。虽然这冰原与整个北麦大地比较微不足道，可白小纯依旧还是被月亮花如此野蛮的生长震惊了。除此之外，在这冰原上开满了月亮花，如果从天空看去，可以看到这些花密密麻麻的生长在一起，形成的正是一个弯月的形状。而在这弯月的中心，则是一株高达100丈的惊天巨花。花花白小纯待在那里，有些不确定地问了一句：“在这巨花的身上有一片晶莹的冰叶，格外的明显。”几乎在白小纯开口的一瞬，这巨花微微一震，那片冰叶就脱离下来，飘在了白小纯的面前。当白小纯接住这片冰叶后，从这巨大的月亮花体内传出了一股意识，没有具体的话语，只是透出感激以及离别的不舍。似乎这片冰原已经无法让它继续生长了，他希望白小纯能同意，让他自己去其他冰原继续成长。对于有过吃下自己丹药后无数小动物都变异的经历的白小纯来说，养出一朵有了自己意识的花，也不是什么让他特别诧异的事情。毕竟此花神秘，来自天外。不过对于这朵花提出要独自离开，白小纯还是有些迟疑，半晌后还是同意了，但却严肃地约定让这朵花不能伤人。感受到了白小纯的意识后，月亮花缓缓地摇动了一下身躯，渐渐的，在白小纯的亲眼目睹下，他看到这巨大的月亮花竟枯萎下去，最终好似蒲公英般散出了无数的随风飘动的种子，向着整个北麦冰原四散而去。看着那漫天好似蒲公英般的种子，白小纯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觉得这一幕有些熟悉，可无论他怎么想，也都想不起来自己曾经在什么时候看到过同样的一幕，似乎那是在他灵魂深处，在最终的源头里存在的一幕闪瞬即逝，可却如永恒般存在的记忆。莫非是我小时候看到的？白小纯挠了挠头，正诧异时，随着蒲公英般种子的慢慢消散，远处的天空上出现了一道长虹。那长虹内是位女子。杜灵飞归来第973集，答案：小赌肚。白小纯一愣，有些惊喜，咧嘴笑了起来。杜灵飞远远的就看到了白小纯，察觉白小纯非但没有伤势，依旧是那么一副活蹦乱跳的模样后，杜灵飞脸上带着无奈，似很头痛的样子，一晃之下就到了白小纯的近前。你呀，在9天，打住打住，小赌肚，大家见面挺高兴的，你别提9天云雷宗，那就是一群王八蛋，你不知道他们有多过分。白小纯一听这话，顿时不干了，一股脑的将自己在9天云雷宗的委屈说了个遍。杜灵飞叹了口气，有心去说白小纯在9天云雷宗的事情，可听着白小纯的话语，渐渐也就没有继续说下去。实际上，自从到了北麦后，杜灵飞就外出执行天尊给予的任务，始终没有归来，直至数日前，他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一部分，心中担心白小纯，于是匆匆赶回。可回到了9天云雷宗，他所看到的以及听到的，让他都觉得不可思议。哪怕他对白小纯很了解，但还是被白小纯的祸害之力震撼了。甚至他觉得9天云雷宗的弟子在看自己时，目光都不大对劲，于是又连忙外出寻找白小纯。只是不知什么原因，他给白小纯传音，却始终没有回应。于是在这9天云雷宗四周查找，渐渐的，他看到了这一片冰原的融化。这奇异的一幕，他在看到后第一个反应就是白小纯必定在这附近。于是，一路找来，果然看到了白小纯。好了好了，我不说行了吧？眼看白小纯委屈中带着激动，杜灵飞叹了口气，柔和开口：“我的事情也处理了大半，接下来还有一些你也不能总在这里，咱们一起走吧。”杜灵飞走到白小纯的面前，帮他把有些散乱的头发整理了一下，又拍了拍他衣衫上的尘土，轻柔说道：“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一股幽香钻入白小纯鼻中。”白小纯眨了眨眼，看着面前肌肤似雪、绝美动人的杜灵飞，他的心脏微微加速跳动，心中是很愿意跟着杜灵飞一起的。可琢磨着自己男子汉大丈夫的，跟着一个女人算什么事啊？就算真的要去，也是以保护的身份，又或者是杜灵飞多邀请几次才可。于是干咳一声：“我在这里挺好的，你忙你的好了。”白小纯抬起下巴说道。杜灵飞凤目眨了眨，美眸在白小纯身上一扫，掩口一笑，目中露出狡黠，上前拉住白小纯的手臂：“小纯，我在这里挺孤单的，你来陪我好不好呀？”“我考虑一下。”白小纯心头得意，尤其是杜灵飞这软绵绵的话语，让他听了后心底痒痒的，可表面上还是一副傲然的样子。“你陪着我的话，那9天云雷宗的冯尘那么畏惧你，一定不敢来纠缠我了，小纯，好不好？”杜灵飞忍着笑意，
再次轻柔说道：“那是。”白小纯一听这话，很是得意，姓冯的敢出现在我白小纯面前，我打不死他。他肉身都没了，就剩下个神魂。当初若不是云雷子等人阻止，我早就灭了他。白小纯很是得瑟，此刻哈哈一笑：“罢了罢了，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陪你好了，顺便在路上保护你。”白小纯心头舒坦，杜凌飞那里却再也忍不住，笑出声来：“我家小纯最厉害，都敢当着我爹的面自称天尊是你岳父了。”白小纯顿时尴尬，一瞪眼时，杜凌飞身体飘然后退。想要保护我，那你要追上我才可以啊！杜凌飞目中带着勾人之意，似充满了说不出的妩媚，落入白小纯眼中时，白小纯的心再次加速跳动。他本以为宋君婉就已经够妖孽了，可没想到这一向正经的杜凌飞，此刻目中带媚的模样更加的妖孽。妖女休走！白小纯大喊一声，蓦然追去，笑声回荡冰原，二人一前一后，在杜凌飞的娇笑中渐渐远去。你能不能别打扰我啊！白小纯扬怒，抬头后又扔出一道可被吸收的闪电。雷祖立刻闭嘴，生怕惹怒了白小纯，赶紧吸收。这一次他更激动了，眼巴巴地看着白小纯，默默等待。可直至又等了3、5天，白小纯那里对自己毫不理会后，雷祖着急了。若是没有